嗨，我是 QQ。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常常利用下班时间呢去看 YouTube 来学习新的知识？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过之后马上就忘记这个内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Snipple， 它可以帮助你把 YouTube 的影片去转换成一个图文并茂，然后并且有时间戳以及呢部分影片摘录的一个软体。而且完全免费。那首先具体操作的方法的话呢，是我们先下载 Snipple 的这个插件。那你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之后呢，你按这个 Add to Chrome to Free， 接着的话呢，你就可以按这个去加入他们的这个 extension， 就是这个插件。那你插件安装完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他们的官方影片来去说明。那我们这边就看我们弄好之后，我们到这个 Snipple 的这个插件，然后把它显示在我的画面里面。那你显示完之后，你点一下的时候，它会叫你去输入你自己怎么想要登录。那你这边可以先用 Notion 来做一个登录。我这边的话呢，我就用我的 Notion 去做登录。那它会问我的 Notion 的一个账号密码。那我把它登录完之后的话呢，它就可以选择一个我特定的一个 Workspace。那你 Workspace 选择完之后的话呢，你就选择是用他们当地的一个 template。那你选择完之后的话呢，那这样子它就会把你的 Notion 跟你的软体做一个结合。接着下来的话呢，当你在看 YouTube 的影片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的呢去从你的 YouTube 的频道的这个地方呢，直接的点它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一个小的符号，那这个小符号呢，它就会带你直接的跳转到你的 Notion 的画面里面，它这地方就会直接的摘入你的这个影片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这底下的地方还可以根据你自己设定的格式，你就可以在左边边看影片，然后右边直接的去做你的笔记。那这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的话呢，是它这边有一个是特定的一个功能。那这个特定的功能的话呢，我一一跟大家介绍。首先的话呢，第一个是时间戳的功能。时间戳的功能的话呢，当你点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以后你打开这个影片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黄色的点点。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假设我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我就可以打一个是 key point。然后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假设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我回到这个影片，我点一下，它就直接会跳转回7分29秒的地方，来帮助你去快速的去复习。再来另外的是，假设我今天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是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我就可以按第二个。这边第二个的话呢是 screenshot， 那它就会截录。你可以看到它同时包含了时间戳跟这个截图。我今天先跳转到别的一个画面，我一样再按这个地方，它就会直接再跳转到别的点上面，然后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黄色的时间戳。而这些都可以用快捷键。像我这边如果用快捷键，你可以看到说，我就继续看一遍 the data frame， 然后跳到这个地方，然后我按快捷键之后，它就可以马上截，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呢，快速的看影片。再来的话呢，是它这边还有几个快捷键，是你可以让影片快转5秒，或者是倒转5秒。那这样子的好处是说，我今天在看这个影片啊，我就边看and this basically says we want our 然后我 test 可以 size to 边做 be 笔记。30%. 好，我做完笔记之后，假设我想要倒退5秒好了，因为我刚刚讲得太快，我 miss 掉。那我其实可以边播，我就按快捷键让它倒退5秒。然后我再重新做一次笔记，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快速产生出一个笔记戳。所以借由这几个功能的搭配的话呢，我可以快速的让我这个笔记的内容呢变成我 Notion 一个详细的一个漂亮的笔记内容。好，那这整个的方法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搭配我们的第二大脑。举例来说，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个 Snipple 的这个笔记内容啊，我把它放在我学习如何学习我的领域的其中一项。那你可以看到说，我除了 YouTube 影片的话呢，如果你是付费的地方，你还可以去搭配像 Udemy 啊、Coursera 啊这些的内容的笔记。那我这个 YouTube 的笔记的内容呢，我这边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今天把它打开来之后的话呢，我可以去联动我的第二大脑里面的专案。那假设我今天想说这个关于 Hooks 的这个的讲座内容，我想要去联动到我的 MVP 讲座的这个专案内容的话，我只要在这边的这个 relation 的地方呢，去选择出我特定的一个专案内容，然后选择完之后，假设我把它打造 Notion 创作者模板，要把它联动进去好了。我把它选择完特定专案之后的话呢，我以后回到这个专案内容的时候，
我正在打造的这个 Notion 的这个专案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在 YouTube 的这个 Notes 的地方的话呢，就会出现刚刚的笔记内容。所以当我回顾这个专案的时候，我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说，我曾经因为这个专案的话呢，我读了某一个影片，然后我做了某一个笔记，这个笔记内容的话呢，是跟这个专案做相关联的。那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就除了我们本来会基本上在第二大脑架构里面去收集的这个 resource 啊，还有待办事项等等之外，我们还多添加了就是其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YouTube 的笔记呢去做内容。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二大脑这个 resource 的内容的时候，你新增一个内容啊，然后你这新增内容的时候，它是空白的，它没有办法去搭配 Snipple 的这个强大的功能来帮助你收集逐字稿跟一些时间戳，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在第二大脑的架构的话呢，再添加了一个这个 YouTube 的 Note 的一个去做联动。那大家如果自己有第二大脑的模板的话呢，首先你可以先创建一个 Snipple 的账号，那你再把这个 Snipple 的账号的话呢，所新增出来的这个 Notion 的 database， 你可以像跟我一样，只要在这边最后这边你可以新加任何你想要的 property， 你新增一个 property， 然后你联动到你的专案，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学习笔记呢跟你的专案的内容的话呢去做联合。那这个方法的话呢，相当推荐大家去使用。好，那如果这边 OK 的话呢，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功能的部分。刚刚在跟大家示范的时候，我如果今天看影片是超级长的影片，打算是34分钟的影片好了，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快速的去知道这个的影片内容的时候，它这边有一个 transcript 的 range， 就是你可以去摘录你的一个影片的一个逐字稿。那这个逐字稿内容的话呢，它最近新增的功能的话呢，你还可以在这个 range 里面去选择，你是想要整个影片一键生成的话呢，还是你要摘录特定的一个描述，所以你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今天选择的是我是摘录整个影片的内容嘛哈，那你可以看到说我只要按一个快捷键，它就会快速的去把整个逐字稿依据每2分钟、每1分钟去把它收录起来。那当然，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别的事情的话，我今天想要收集短的话，我可以从这边去更改，我把这个收集整个地方的话呢，把它取消掉，然后我只收集30秒。那这个30秒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在按一样的快捷键的时候，它就会根据我现在看到哪一个描述的时候去反推回那个30秒的内容。我觉得这2个功能都超级好用的。好，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按 Settings 的部分，你可以选择 Premium。那如果你每个月花大概140的台币的话呢，你可以订阅各种不同平台，像 Udemy 还有 Coursera。我等一下会在实际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使用的。然后你还可以增加其他的不同的功能，像是刚刚所制造出来的 database， 你就可以去做客制化，同时你可以产生出一些 flashcard 啊，还有去把这个30分钟的影片去摘录特定的几分钟的影片，跟客制化你所有的一个 button 的一个 shortcut。那这部分我是觉得在这个140块里面是蛮物超所值的。举例来说，我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 flashcard 的部分。那这个 flashcard 部分就是我们一样去点这个 Snipple 的这个快捷键，那你按这个 Generate AI Flashcard，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根据这个30分钟的影片呢，去直接摘录出设计出15个的问题。举例来说，它第一个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看答案的话呢，直接的会去对应到，如果你有看这个影片，就会直接去对应到这个影片。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可以拿这个来学习语文啊、学习科普啊，或者是学习你的写程式等等之类的应用。接着介绍的这个功能是别的软体他们没有的一个强大功能，就是它可以从这个34分钟的影片去摘录任何的1分钟的短影片，来帮助你去强化你的学习。举例来说，如果我现在正在学习怎么样的去用 YouTube 去制作一个 hook， 就是前面的开头的这个影片，那我就可以去摘录前1分钟。那我在前1分钟的时候，我只要按这个 video clip， 我点下去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开始播放。那它播放的时候，这边就会有一个描述。那这边的这个描述的部分的话呢，它就可以直接的去摘录这个影片。结束之后的话呢，我就按这个再按一次 stop， 那它就会产生出特定的时间戳，这你刚刚所收录的那个影片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们点进去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这个影片就是刚刚所摘录的那个12秒，非常的好用。在学语文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学某一个特定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订阅是真的很划算的。
好，那接着给大家看一下我实际的使用的功能。假设我今天回到 Snipple 的这个 database， 然后找到我想要复习的这个影片，假设这个 Finding Your YouTube Style 这个影片好了，我把它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呢，我这边你看到我有截图嘛，然后去截录说我想要知道的一些重点，然后跟我有一个时间戳，然后跟一些逐字稿。那我今天点一下是个4.03分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它就会跳转到这个4.03分的这个影片内容。那这边我只要再按这个 Snipple 的这个 Take Notes， 那右边的这个 Notion 的页面呢就会跳转出来。然后跳转出来之后的话呢，那我现在假设我想要回到这个2分5秒好了，我只要这边双击2下，你可以看到影片就会跳回到2分05秒。我就会用这种方法的话呢，去快速的去复习出我想要的那个时间点。接着的话呢，因为我是付费的版本嘛，所以我的 Snipple 的除了 YouTube 的之外，我还有一些像是 Udemy、Coursera 啊、哔哩哔哩啊等等之类的内容。那像我这个 Udemy， 我做一个示范，是我最近呢用 Udemy 来去学像荷兰文的发音啊、荷兰文的文法。那这部分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我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我就点击一下，那它就会跳转出我这个荷兰文的这个内容。好，那我把它打开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正在学习到5分嘛，那这边只要双击2下，它应该它就会回到5分47秒。所以它这边的地方的话呢，就跟 YouTube 是一样的道理，我可以利用这样双击的方法回到我当时学的时间点。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那就介绍给大家。整体来说，像这个 Snipple 啊，它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去生成一个课程的一个大纲，然后你还可以快速的去回复到你想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时间点。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那我真的很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的影片内容的话呢，我会先分享更多像这样子的内容，是帮助大家怎么样去学习，然后真正让你去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人生，来改善你的一个效率。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也可以订阅跟按赞，然后跟开启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下影片。那我们就下影片见喽，谢谢大家，拜拜。